朋友们，我是张雅文。打包回国礼物时心里暖暖的，但小心你精心准备的礼物可能到不了家人手中，反而会在海关被扣下，换来罚单甚至案底。上个月，我朋友李姐在浦东机场被拦下，只因她为母亲带的助眠软糖和纯天然草药被查出含违禁成分，东西全没收，高额罚款，差点被立案。她说，这在加拿大超市随便买，怎么到这成毒品了？一颗孝心瞬间落进冰窟。2026年海关技术日新月异，千万别抱侥幸心理。今天在悦享养生，我直接为你列出2026年回国入境死亡清单，7样绝对不能带的东西。有些可能正躺在你的购物清单上，有些是你以为安全的隐形炸弹。看完这期，帮你省下的不仅是钱，更是清白的人生记录和与家人安心拥抱的时刻。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在出口等你的爸妈，请一定耐心听完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从最危险、最容易让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一类东西讲起，那就是特定的药品。我知道咱们在海外生活久了，都有自己习惯的神药，头疼了吃哪种，感冒了喝哪瓶，效果快又好用。回国时自然而然就想给爸妈也带点吧，国内买不到这么好的，但这个想法非常非常危险。因为你必须明白一个天大的差别，在海外药房里能买的非处方药，在中国海关的眼里，很可能就是白纸黑字定义的毒品。这条法律的红线比你想象的要严苛10000倍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所有含有大麻2酚，也就是 CBD 成分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在北美，在欧洲 ，CBD 简直无处不在。助眠软糖里有它，缓解焦虑的精油里有它，甚至面膜护手霜里都把它当卖点。你逛个超市随手就拿了，觉得这就是个普通保健品，对吧？但在中国，它的性质完全不同。不管你是自己吃，还是好心带给失眠的亲戚，只要包装上印着 CBD、Cannabis、Hemp 这些字眼，或者画着那片标志性的大麻叶，一旦被查出来，这件事的性质就彻底变了。这不是普通的违禁品，这是走私毒品。这4个字有多重，不需要我多说吧。东西没收是最轻的，人被当场遣返列入黑名单，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。你的学业、你的工作、你的绿卡，都可能因为这几颗小软糖而灰飞烟灭。所以现在听我的，马上打开你的行李箱，把所有药品、保健品，甚至化妆品的包装纸仔细看一遍，只要有相关标志和字样，别犹豫，立刻拿出来扔掉。你的下半生不值得为这几颗糖冒险。除了 CBD， 另一类重灾区就是咱们华人特别爱戴的感冒咳嗽特效药，比如某某牌子的感冒水，某某品牌的止咳糖浆，效果立竿见影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它为什么效果这么猛？往往是因为里面含有麻黄碱或者可待因这类成分。麻黄碱是什么？它是制作冰毒的关键原料。在海外买这类药可能只是需要出示一下 ID 登记，但在国内对它的管控是最高级别的。你带1-2盒，咬死了说是自己旅途用的，或许还能解释得通。但如果你觉得这药好，给3姑6姨都带上，箱子里塞了10几盒，那海关官员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带这么多制毒原料入境是想干什么。之前真有留学生因为带了过量的康泰克被判刑的案例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。所以雅文的真心建议是，普通的感冒症状，国内有无数安全的替代药品，效果一样很好。真的没必要为了那一点点药效的差别去碰这条高压线。如果你有慢性病，必须携带处方药，那么医生开具的处方原件必须随身带，药量也严格控制在旅程自用的合理范围内，并且药品要保持原包装。说完了这要命的药品，我们来讲的2类。这东西10个回国华人里8个都想带，但也是海关没收框里的常客，那就是花旗参，也就是西洋参。
这个话题年年讲，年年还是有一大批人栽跟头，总觉得回国探亲带点北美本土产的西洋参，又体面又健康，对吧？但这里面的门道你必须搞清楚。最关键的一点，野生和人工种植的天差地别。根据那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，野生西洋参是严格禁止国际贸易和携带的。你可能会争辩，我买的是农场种的呀，我还有收据呢。问题是，在海关流水线一样的查验现场，工作人员没有时间，也没有仪器当场去鉴定你这包餐的 DNA。只要它看起来是整根的，未经深度加工的，就存在被暂扣甚至没收的风险。特别是那些还带着点泥土的新鲜西洋参，那是绝对的禁区，因为它属于植物繁殖材料，可能携带土壤线虫或致病菌，威胁国内的农业生态安全。那到底什么样的能带呢？记住，选择那些经过工业化深加工的制品，比如密封好的西洋参切片、独立包装的参茶包或者西洋参胶囊。这些产品经过了灭菌和加工，失去了繁殖能力，包装也规范，通常是被允许入境的。所以想送礼表心意，就去买那些商场里包装精美、有品牌、有说明的加工品，别再去华人街买那种用报纸裹着的一根根像个小人儿似的干餐了。你省的那点钱，可能换来的是在海关无尽的麻烦和解释。第三样绝对不能碰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很多人，尤其是南方的朋友，根本意识不到它有问题，那就是所有未经检疫的肉类和海鲜制品。这包括你心心念念的顶级花椒、燕窝、干海参，还有你觉得嚼起来特别香的牛肉干、猪肉脯。很多广东福建籍的朋友觉得国外的花椒质量好，价钱抵一买就是好几磅，想带回去给妈妈煲汤补身子。也有人觉得美国的牛肉干口味独特，一箱箱的当零食往回搬。朋友们，快醒醒吧！中国海关对动物源性产品的管控现在是零容忍状态。为什么？为了防止非洲猪瘟、疯牛病、禽流感这些致命的动物疫情传入国内，保护咱们自己的农牧业安全。具体来说，燕窝除了那种商业罐装、经过高温灭菌的即食燕窝可以带，那种需要自己挑毛炖煮的干燕窝，一律禁止携带入境，因为有传播禽流感的潜在风险。海参、花椒、干贝这些海产品同样属于水生动物产品，没有官方的检疫许可证明就不能带。至于牛肉干、香肠、火腿，不管你用了几层真空包装，不管你是生的还是熟的，统统不行。我知道肯定有人会杠，我上次就带了没事啊，这叫幸存者偏差，是你运气好没被抽到。现在机场不光有最先进的 AI 识别 X 光机，还有专门训练的检疫犬队，那些狗狗的鼻子对动物制品的味道敏感极了，再好的真空包装也隔绝不了气味分子，一旦被它们闻出来，你的东西会当场被扔进销毁箱，而且你的护照信息会被记录。下次你再入境，很大概率会被特别关照，每次都开箱检查，为了一口吃的，让自己未来几年都成海关的重点关注对象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亏大了。接下来这第四样是跟钱有关的，也是很多人容易糊涂的，现金和贵金属。2026年全球反洗钱、反恐怖融资的监管都空前严格，中国海关白纸黑字规定，入境携带的外币现钞如果超过等值5000美元，就必须书面申报。注意，是申报，不是禁止。很多人误会了，以为超过这个数就不能带，或者带了就要交税。其实不是的，只要你钱的来源合法，用途正当，你老老实实填一张申报单，通常都能顺利过关。这个申报单就是你合法的通行证。但是，如果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，把$10,000塞在袜子底，藏在书本里，企图蒙混过关，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
一旦被查获，超额部分可能会被暂扣，你还可能面临罚款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因为隐瞒不报而被记录在案。比现金更敏感的是黄金，最近金价高涨，很多华人想把在国外买的金条、金币带回国，觉得既保值又踏实。但黄金在海关眼里不仅是贵重物品，它更是国家限制进出境的资源性物资。戴在手上的金戒指，脖子上的金项链，属于合理的自用首饰，一般没问题。但如果你行李箱的夹层里放着几根100克的金条，或者几十个投资金币，这就远远超过了个人自用的合理范围。如果没有申报，这就涉嫌走私贵金属罪，这个罪名可不轻，涉案金额大的，那可是刑事犯罪。千万别天真的以为把金条裹在羽绒服里就看不出来，在海关那种高能 X 光机下，金属会呈现出非常扎眼的黑乎乎的一大块，简直是此地无银300两。讲完真金白银，我们来说说第5样，这是年轻人、数码爱好者最关心的话题，电子产品。每次苹果、三星发布新款手机，或者出了新的微单相机、游戏笔记本，总有人琢磨着从国外带回来，觉得便宜或者能提前用到。这里面最大的误区就是关于5000元人民币的免税额度。海关规定是，居民旅客在境外获取的自用物品，总值超过5000元的部分需要征税。注意自用和总值这2个词，以现在的汇率，一台新款的高配手机或一台好点的相机，轻轻松松就超过5000元了。很多人用的老办法是扔掉包装盒，把手机激活，揣在口袋里，声称这是自己用的旧手机。这个方法在海关官员越来越有经验的情况下，越来越行不通了。如果你身上有2部手机，解释一部私人用，一部工作用还算合理。但如果你一个人带了3、4部全新的，甚至型号都一样手机，哪怕全都拆了封，激活了，海关也不会相信这是你一个人自用的。这很明显具有贸易属性或代购嫌疑，那就必须对超出免税额度部分按商品品类补交进口税。现在的电子产品进口税可不低，算下来，你补完税的总价很可能比在国内官方渠道买还贵，而且还没了全国联保。所以，如果是为了送家人礼物，请提前做好缴税的心理准备和资金预算。如果是想帮朋友带或者赚点差价，我劝你彻底打消念头。现在大数据联网，你的出入境频率、过往的携带记录，在海关系统里一目了然，是不是常年代购，他们心里有本账。第6样东西比较冷门，但一旦出事就绝对是大事，涉及敏感内容的印刷品和音像制品。我们在海外，信息环境比较开放，可能会接触到各种来源的书籍、杂志、光盘，或者自己下载了一些电子书、电影。有些内容可能涉及对中国政治、历史、领土等问题的错误或恶意解读，有些可能含有大量色情、暴力或邪教宣传内容。这些东西绝对不要夹在行李里带回来。不要觉得这是言论自由或个人收藏的小事，海关对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安全的检查有着严格的标准和红线。如果你箱子里有一本被明令禁止的出版物，轻则东西没收，接受批评教育，重则可能被深入调查，影响你此次乃至今后的入境。甚至你的笔记本电脑、手机、硬盘里的存储内容也可能面临抽查。咱们回国是为了团聚和放松的，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心或疏忽，带了这些精神领域的定时炸弹，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烦。最后的7样是雅文认为最重要，必须画上红色重点警戒线的一条。这不是一件具体物品，而是一个行为，替陌生人甚至是不太熟的朋友带东西过关。这是用无数血淋淋的悲剧换来的教训。
你可能会在机场遇到一个看起来慈祥的老太太，她说行李超重了，求你帮她拎一个看起来很轻的小手提袋过海关。或者是一个好几年没联系的老同学，突然热情联系你，托你带一个封好了，千万别打开的礼物盒给他国内的亲戚，甚至还给你$100-200当辛苦费，请你务必将心肠硬起来，说出这4个字：对不起，不行。你永远不可能知道那个封死的盒子里装的到底是巧克力还是毒品，那个普通行李箱的夹层里藏的是衣服还是违禁药物。从法律上讲，东西在你的行李里过检，你就是唯一的直接的责任人。一旦被查出是毒品，你就是运输毒品，人赃并获，百口莫辩。在很多国家，运毒是死刑，在中国，走私毒品也是重罪。为了那一点点所谓的人情面子，或者那几百块的蝇头小利，你去赌上自己的生命和自由，这是世界上最愚蠢、最不值得的赌博。即便是帮至亲好友带东西，也一定要坚持当面打开检查，确认每一件物品都合法、安全。如果对方以隐私、信任为由拒绝，那你宁可翻脸，也绝不能答应。真正的朋友不会把你置于这种险地。一口气说了这7大类，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也不能带，那也不能带，我空着手回去吗？回国还有什么意思？雅文特别理解这种心情，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，海关制定这些规定不是为了刁难我们这些回家心切的游子，恰恰是为了保护国内14亿人的健康安全、生态环境和经济秩序。我们的一片孝心、一份情谊，完全可以用更安全、更智慧的方式来表达。现在国内的电商和跨境购物已经发达到了什么程度？你想要的绝大多数国外保健品、品牌商品，在正规的跨境电商平台上都能买到，从保税仓发货，速度快，价格透明，还免去了你肩扛手提的辛苦和担惊受怕的风险。你提前网上下单，人还没到家，礼物可能已经送到父母手上了。我们真正要带回去的，不是那些沉甸甸的物品，而是你本人平安健康地出现在家人面前，是你坐下来陪着老爸老妈喝喝茶、说说闲话的那些时光，是你走走故乡的街巷，常常记忆里味道的那份情怀。别让任何一件违禁品成为阻断这次团聚的拦路虎。好了，让雅文最后为你梳理一遍今天这7个雷区，你收拾行李时就在心里对照一下。第一，所有含 CBD、麻黄碱等违禁成分的药品保健品。第二，野生的整根的西洋参及任何植物种子种苗。第三，未获检疫的燕窝、花椒、海参、肉类制品。第四，超过$5000等值外币未申报的现金，以及超出自用数量的黄金。第五，明显超出个人自用合理数量的电子产品。第六，任何内容敏感的书籍、刊物、音像制品。第七，也是最致命的一条，替他人携带不明物品过关。请把这份清单记在心里，收拾行李时多一分谨慎，通关时就能多10分坦然。如果你觉得雅文今天这番话，哪怕只有一句提醒了你，帮到了你，请不要吝啬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关注悦享养生频道。你的支持会让我有更多动力去为大家收集、整理这些真正有用的海外生活指南，让我们都成为懂规则、守法律，既保护自己也爱护家人的聪明人。最后，衷心祝愿每一位即将踏上归途的朋友，航班准点，一路顺风，平平安安落地，热热闹闹团圆，和亲爱的家人吃上那顿盼了很久的最香的家乡饭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